上发丝里，像我喜欢的春天下雨滴，午后的小猫咪。嘿，你，怎么又是你？总是很轻易就激起我的保护欲，戳中我的小心思，小忧郁，小脾气，像我爱的秋天啤酒炸鸡，冬天水煮鱼。怎么又是你？甜甜的语气，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我在想念你。怎么还是你？苦苦的解析，将计就计，不如就让我来保护你。怎么总是你？嘴角的笑意，脱口而出喜欢你，我只喜欢你。啦啦啦啦啦。喜欢你，我只喜欢你。你自己在创投会上不也说过吗？国家战略，乡村振兴，这绝对是一场新的时代浪潮，对吗？而且它的影响力可绝不亚于几十年前我爸经历过的改革开放。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不管弗拉西达最后到底能不能挣钱，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人这辈子这么短。我赶上这么一个大浪，我就往里跳，那我这魄力是不是比我家那老头还差一点？那倒是。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企业最后到底能不能存活，靠的不是资本有多少，钱谁都能出，最重要的是这个项目发起人的个人能力。所以我最看重的是你这个人，当然还有他。2022，一个一个来，啊，你吴某，因为你们跟我一样，能在这么浮躁的一个城市里，敏锐地嗅到农村的发展商机，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佩服。宇飞，你咋这么会夸自己呢？什么时候教教我们？要么说你秀智如慧，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对吧？看看这么广袤的地，这是什么？这就是天赐的财富。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弗拉西达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还是太慢。我们未来一定要把这里打造成现代化农业的示范区。你想融资啊？你之前不是不同意吗？我不同意的是融来不好的钱，因为那些钱最终都会变成用来烧的纸钱，你明白吗？我们真正缺的是那些自带各种各样资源光环的好钱，这样的好钱我要，而且多多益善。只有这样的好钱，才能让这儿变得美梦成真。我懂了，咱们要去融好钱。对，亦飞就这么说的，他同意融资了。能让你们李总松口，还是真不容易啊！不就是好钱吗？我现在就去准备。好。哎呀，行了，现在大难题解决了。弗拉西达一旦借壳上市，那你在我手里的代持股份就要翻几十倍哦。有命拿才行啊！现在的形势不容乐观，我觉得我们的进程得加快了，免得夜长梦多。该我做的事我都尽力了，剩下的就靠你了。放心吧，咱们俩都几十年的交情了，踏踏实实的。来，喝水。你做事我了解，但是有的时候就怕事与愿违，还是谨慎点好，你说呢？
连上了吗？连上了，有反应没有？有了。你现在很像一个恋爱中的青少年。不是你之前说服老乡的慷慨激昂的劲儿哪儿去了？你支棱起来。嗨，都是工作嘛。哎，我们家领导给我打电话了啊，钱飞竟然不知道你来这儿出差，怎么回事？有状况啊？没，什么都没。懂了，出师不利。什么乱七八糟啊？你懂什么？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之前跟你的状态很像，就跟我们家领导的关系啊，只停留在想，什么预想啊、思考啊，啦啦啦，就这些，但是就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感觉。你只要感觉对了就对了。我知道你们这些搞金融的总喜欢计算一些什么收益啊、损耗啊，就想一些未雨绸缪的事儿。但是感情它不是理性，它是感性的。而且我敢说，只要老天爷要给你俩预设一段感情，只要你经过路过，你就一定逃不掉。你跑到这儿也没用。所以李先生啊，磊现在就是在继续烦恼啊。这里你盯着点，我先回去了。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我珍惜的是拥有的，一点一滴，希望是有你在的。那些神话、情话、表白的画像，深夜一场。哎呀，别闹了，履行合同吧。场面上啊，履行合同。踩着棉花，坏话谎话，听不懂的话，装腔作势，繁华梦话风话，心里面的话，在炙热的炎夏。我梦寐的是和你的不紧不慢，牵着手匀速的。我祈求的是长久的，一朝一夕围着你，简单的。那些神话、情话、表白的画像，深夜一场烟花，真话假话，场面上的话，踩着棉花，坏话谎话，听不懂的话，装腔作势，繁华梦话风话，心里面的话，在炙热的炎夏。那些神话、情话、表白的画像，深夜一场烟花，梦话风话，心里面的话。
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请专家远程指导他，给他儿子治疗了几个月，效果非常好。现在他们已经在上海复诊了，过几天就回来了。是啊，怎么不是一回事啊？几天不见，你就瘦了吗？能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得到国际上医学的专家指导治疗，靠的是什么？新佑大哥，我是钱飞，无意刷到您的短视频了，您和辛巴还好吗？喂，新佑大哥，你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了是吧？哦，新佑大哥，你们现在在上海啊？啊，我有时间的。好，那我们明天见一面。好，明天见啊。真是不好意思啊，让您陪辛巴玩了这么长时间。哪里的话，我看他现在治疗这么好，高兴还来不及呢。要感谢亦菲，你们走后一直有专家给辛巴在线上治疗，这次来上海就是要面见专家。专家说辛巴的社交语言能力已经有了恢复，和同龄的孩子差不多了。那太好了，这样的话他以后就能交更多的朋友。哎，我记得之前有一次他还和阿吉闹别扭来着。对，还有更好的消息呢。亦菲的弗拉西达公司啊，首选我们县在我们那儿做实验农场，我们全县的经济啊都被带动起来了。等你再去啊，就不会怕车抛锚了。偏僻的山路上，每天都有物流车来回穿梭。弗拉西达公司是李亦菲的，兼职是兼职，不过他也应该是弗拉西达的大股东吧？啊，你看。这是我们出发前，亦菲带着她的新技术指导老师到我们那儿，说要给那些什么牛啊、羊啊做什么线上直播 APP 什么的，挺有意思的。听说亦菲公司和陆总公司有技术合作，这样以后的消费者就可以直接登录 APP， 在线上查看他们预定的农产品，从发芽、出生、生长，再到最后的餐桌。这多好啊！太有经济头脑了。天哪，他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面做了这么多事儿。同样的时间，我这么努力，才从1走到了10，他已经从10走到了50。照你这么说，你也可以骄傲呀。同样的时间里，你进步了10倍，他只进步了5倍。这一点，辛巴从0进步到了1，他的这点进步。也已经让我感到是很大的奇迹了。小飞姐，辛巴，开心啊！跟小飞姐再见吧，我们要回去了。现在就走啊？还要赶回去读书呢。我们订的晚上的飞机，也希望你有空到我们那儿去玩。你定的。哎，那我送送你们。好。都这么多天了，也不联系我。
感觉所有人都围绕在你身边，唯独我，像是被你隔离了。Hello 呀，媳妇儿。哎，哎呦，猪头猪脑的真帅，才猪，我跑到大棚里边调一下设备。所以想我了？想死你了！哎，我给你八卦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李一飞跑到这儿，对钱飞日思夜想，他自己还不自知。啊，原来是这样啊！哎，我马上要跟小飞见面，你说我要不要告诉他呀？哎，别，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插手，你就让他俩顺其自然。外人一插手，他俩压力很大的。哦，那好吧。听我的肯定没错啊。行，我挂了啊。嗯。于是我只好每天放下手机，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看招募信息，一个人收拾家务，每天对着墙壁说晚安，然后感受到寂寞，就把我约出来了。其实吧，你们俩真挺有意思的。就你，他，你我，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呀？你不觉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不是恋爱了，就是又失恋了的感觉吗？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从你身上闻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情绪和味道。哎呀，那你是狗喽？唉，我就是觉得太丢面了。我以为我跟他亲的那件事儿是场梦呢，他现在为了躲着我，以出差为借口跑得远远的。这么尴尬的局面，要怎么破呢？小飞，说真的，我敢肯定你喜欢他。我从来没想过。没想过？现在呢？哎呦，我想想，我觉得谈不上喜欢吧，就是反正他不在家还挺无聊的，可能作伴做习惯了。那这样吧，我来帮你理理思路啊。我们先不提喜不喜欢的事儿，首先你得承认的是，他跟我们应该不是一路人。你看他吃的、穿的、玩的，跟你就不是一挂的呀。那他是哪挂？我是哪挂？你呀，你还用说吗？你是草根这挂的呀。但是他呢，他混的是高富帅挂的，那人家挣钱的路数可多了去了。陆泽跟我说，李一飞投资弗拉西达股份可不少，人家把房子一卖，大手笔几千万就投进去了。我听说好像那房子是他爸给他买的吧？后来呢，房子涨了价，他就把那房子卖了，然后去投了资。现在还不是穷的，只能跟我合作呀。哎，不说他了，不说他了。是说你们家陆泽，这个突然转行去做农业，你怎么想得通去支持他呀？千飞，能不能注意力集中点啊？你这又分散到哪儿去了？我跟你聊李一飞呢，你跟我扯什么陆泽和农业啊？没发现你自己的一个习惯吗？聊到你真正在意的事儿的时候，跟我打岔。
知道你俩怎么回事了。反正我觉得吧，就走一步看一步，把一切都交给时间，静观其变。听你的，静观其变，顺其自然吧。哦，谢谢。哦，对了，班长给我打电话说周6是5周年同学聚会，辅导员也去，问大家有没有时间。没问题啊，一定到。但我觉得他肯定也问了汪若海，如果他也去的话，你会不会？我会不会？我当然不会啊！我都跟他一起在山里放工作那么长时间了，忘了啊？那就好，反正我那天在外地，我就不特意赶回来了哦。你帮我跟大家带个好。啊，你不去啊？那你不去，我不就一个人？我孤军奋战去面对汪若海啊？你面对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啊，如果他要是往你跟前凑，好解决呀，啪啪给他2巴掌就完了。就这么愉快决定了。你们这项目啊，可好得很呐。村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光咱们村这土地啊，闲置下来可多得很呐。如果你们能拿去搞实验田、搞开发，帮农民增收业，那可真是功德无量啊！村主任，让你放心，咱们做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增加农民们的整体收入。这个话我相信。怎么样？是桑总。好，你看那里的土地，只要多加点水，都很肥沃的。是，这些都是好土。是。李飞，我催你了，这下面的农民们都盼着呢。哦，你说融资的事儿是吧？对啊，你前几天不是说要开始进一步融资吗？你现在是？马丽，我还是觉得现在融资为时过早。不是一飞，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反反复复的，一会儿说融，一会儿说不融，你到底怎么了？之前见你的人是桑总吧？对啊。还有其他人吗？还有廖金山廖总。李飞，你有什么话你直说，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审问我？以后你不要见他了，你分不清好坏。你这么说你就过分了。这桑总不是通过你的人脉介绍认识的吗？你现在否定他，就等同于否定你自己。我承认我这次看错人了。但这次我非常确定，桑总从始至终都是带着目的来接近弗拉西达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也许你有自己的理由跟判断，但我想说的是，不管你听说什么，前几天农民闹事儿，如果没有桑总，就凭你那3寸不烂之舌，还真不一定搞得定。知道你是指桑总给那些农民塞钱了，那些农民才同意配合我们这个项目，对吗？对呀，你既然都知道，那你，哎呀。玛丽，那你知道农民闹事儿，从一开始都是桑总安排的吗？廖总，您来，我也没时间打个招呼。就是聊聊。我正准备去开会呢。桑总演技高明，玩了一个好局。廖总，这是查到微博点33的资料。
教导不愧是商场老手啊，如此的心思。你什么意思？喂，哎，1小时后我到机场啊，帮我把近10年之中建投做的项目里面所有有关于中途股东被剔除的相关资料汇总到给我。没问题，小 case。落地联系你。班长，钱飞，你是钱飞？我的妈呀，你是不是整容了？怎么这么好看？什么叫整容了呀？我要真有那心也没那钱呀。哦，别盯着我看了，我要真动了，你从外面也看不出来啊。哎，就是这么一句啊，好多人都挺让我长眼的，各有各的成就，尤其是那个汪若海。不过我见了你之后，我敢预见，你绝对是咱们班今晚上最让人吃惊的，且没有之一。哎，别站着了，走吧，等你半天了。走。哎，你等一下再进，等一下。同学们，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是谁来了！噔噔噔噔，进来呀！大家好。老师好。坐。哎，小地方怎么了？来，坐。怎么样？来，吃吧，都凉了。来块香。那个同学们啊，每年能让我看到你们这帮孩子们，老师心里特别的开心啊。咱们班就成就了你们一对儿。老师在这里希望你们长长久久的啊。张老师啊，你这消息太不灵通了，人他们两个……老师说的太对了。现在回想咱们上学那会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个时候的喜欢，就是纯粹的喜欢，只要眼睛里看着爱着的人，什么都不干，都能傻傻的笑一天。哎，不是若海，你这是要当诗人啊？就是。好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当年呀，也是在我们大学，遇到了你们师母，穿着红衣裳，
站在一棵树边上，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怎么会是冬天呢？春天到了。哎，我最后悔的事儿，大学期间没有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决定娶一个同学回家。小梅，哟，什么情况？我俩要重走青春路。他们要结婚了。我们两个都埋了，藏的深，真深啊！我俩敬大家一杯啊！哎，来，恭喜啊！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干杯！好，来。少喝点，坐。这什么？你和汪若海真的没戏了吗？上学那会儿，我没知道呀。我看着汪若海一脸深情的看着我，是要求复合呀？我敬你一杯。不可能啊！你看人家汪总现在，我高攀不起了。若海，现在你混最好。我可听说啊，他跟那个千金小姐分手以后，又跳上了更高的公司。这顿饭也是他请的。喝一个吧，来，小梅，小梅，咱俩敬老师一个。有点好酒，哎，我觉得张老师那时候真的挺照顾我俩。确实这个有点辣哈，少吃点辣。都是真的。来，喝一个，来，举杯。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吃这个。谢谢啊。听说今天是你请客，看今天这个规模，跟以前确实不一样。不是，就是我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没带你吃过什么好的。我本来想单独请你的，可是感觉你不会来，所以今天是托同学们的福，我才能见着你。那你还真是想多了，下次就别这样了。哎，同学们，我给大家拉个群。大家呢把手机号码发一下。现在呢是有微信，哎，没手机号码，要是微信号没了还联系不上了呢，是吧？帮我把手机发一下。我再谢谢发个红包啊，抢一下。谁抢最大的谁再发啊！还真是天意，手机都看不下去王若海，自动把他拉进了黑名单。为什么把我拉黑了呀？之前被太多不重要的人和事占满了时间，现在只想清空。就不打算联系了吗？哪怕只是朋友呢？朋友也不想做了。我打听过了。你现在单身，所以我才大费周折组了今天这个局。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只是想弥补。别想了，你看，咱们现在不都挺好的吗？说实话，换作是之前，我还是希望你能愧疚一辈子。但现在，只想让我自己在你的世界里彻底被清除。之前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以为我需要的另一半，是一个能读懂我、体谅我，甚至从事业上能够帮助我的人。但是我现在才发现，那些根本不重要。我需要的是相濡以沫，跟一个爱的人在一起，比任何事都重要。要不要联系一下房东？他到底睡没睡啊？这都多少天了，怎么也不找我呢？怎么这么倔呢？他这是生气了，还是根本就没想过我呀？
我简历写好了，但一个想投的也没有。这才多久啊？找工作1个月2个月很正常的，别急啊。我以前着急是为了还房贷和欠债，现在着急我是急着知道，到底有没有我喜欢的、单纯的金融行业的工作。哎，你要不要找找你们那个租客呀？他是你同行，路子又野，也许能帮到你。是啊，问他。我们现在的股权配比还是比较合理的，我34%，你33%，我们2个加起来就是绝对控股线67%。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有100%的权利更改公司章程、分立合并、变更营业项目等等这些重大决策。但是说，如果我们稀释了我们的股权，哪怕1%，那比如说我们变成66%了，那我们就会变成相对控股线51%。那接下来我们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就要征求股东同意了，懂了吗？自己先消化一下。不行了，我要爆炸了。商场如战场，就是这样的。背，赶紧背。怪我啊！我也瞎出主意了。我就不该热脸贴冷屁股，到现在这个地步，我要是还不知道他想躲着我，我就真的眼瞎了。绝对控股线67%， 51%是什么？51%是，别往那看。哎呀，我还是种地去吧。我累了。哎呀，你肠胃炎还没好，赶紧去休息吧，一会儿我来弄。早就好了，你生日不还帮他弄活动了吗？这些本子也是新的，给他们拿过去吧。还有这些衣服，还有那个旧电脑，一起给他们打包过去。秦友大哥说了，他们那孩子太需要这些了。行，那这批先给他们发过去吧。等到时候再动员一下身边的朋友、同事什么的，应该还能再攒一波。我一个人就可以动员出好几台车。是，这方面你最在行了。那是，反正人多力量大吧。那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哎呀，那些考试的书我都放闲鱼上卖了。为什么呀？你不考了？你辞职，我以为你在用心备考呢，我才没问呢你。你怎么说不考就不考了呢？你看吧，我说了他肯定这个反应了。你早知道了。哎呀，你们真的不用担心，现在注册制了。像之前是个保荐人就年薪100万，签字费数到手软。现在不一样了，除了考试，还可以投行直接推荐。你的意思是等进了新公司，让公司再给你推荐呗？这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得考虑清楚啊，这工作不是说找就找的，你之前也试过。我呢还能给你递个研报什么的，那别的公司真帮不上什么忙了。放心吧，这次我有特别充足的准备。孩子长大了哈，自己想好了就行。哎呀，我在商场还有个兼职，这差不多了，你先弄，我先走了。嘿，你这时间管理的。等会儿，干嘛？你要走把垃圾带出去。你记得吃饭啊，行，胃不好。我路上再帮你问问人啊。好，拜拜，慢点啊，路上。平时也没见我有这么多衣服呀。我看看，你到时候就把不用的衣服和鞋子什么的打包好，寄给我就行。啊，好，挂了。嗨，小岛，阿姨，又遇了啊！
我们俩可真有缘呀。你胃怎么样？现在身体好点了没有啊？就我这身体早就没事了。啊，那个，我们那个节目获益等奖，大军告诉你没有啊？他跟我说了。你说那天吧，我真的好佩服你啊，病成那样啊，你还那么拼命，好感动的。我也是队里的一员嘛，不能因为我影响到您和别的成员啊，更不能让大军努力了那么多月的舞蹈大赛得不到应有的成绩嘛。你这后半句话是最重要的，对吧？那您看中的不也是后半句？这丫头，那我走了，阿姨。哎，什么时候到我那儿去？阿姨给你包那个荠菜馄饨，包的很好吃的。好，那我改天尝尝。好，再见，阿姨。哎。王若海，你到底想干嘛？我就是想让你把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看来奏效了。昨天跟合作方的人吃饭，喝的有点多，没听到手机响。我这不是想通过这次出来，彻底的好好理清一下自己的思绪吗？看，此时此刻，告诉我，你是什么感觉？我无时无刻都想见到你。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让旋律随风在和弦间嬉戏，也无需要求一定兑现过去，让生命里有些惊喜给未知。或许可以树立贴身的关系，或许会孤立无依，却贴心有你。也无需在意对错，无关乎畏惧，主动拥抱胜过多少句对不起。浩瀚，燃烧热烈，才活出自己。无声的圣诞如港湾守候漂泊的你，等你归于平淡，家的灯光昼夜温暖，永远的陪伴，如星月悬挂璀璨。天涯浩瀚，燃烧热烈，才活出自己。无声的圣诞如港湾守候漂泊的你，等你归于平淡，家的灯光昼夜温暖，永远的陪伴，如星月悬挂璀璨。